未婚妻为了躲避巨额欠款，故意制造出为了救我而惨死的假象。他死后，我心存愧疚，遵从他的意愿，卖掉公司，一天打8份工，累到吐血，替他还债，还替他供养家人，给他弟买车买房结婚。可就在债务还清那天，死去的妻子却从价值千万的别墅走出，挽着一身名牌的白月光坐上超跑。我急忙上前质问，却被他一脚油门撞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妻子假死的这一天。喜欢假死，那我就让他死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辉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就让慢慢安心的去吧。说着，岳母邓春霞就要按下焚化炉的按钮。看着这熟悉的一切，还有我身上没来得及褪去的婚服，我猛地意识到自己重生了，还重生到了季曼假死火化的这一天。前世就是这样，季曼为了躲避巨额欠款，故意在婚礼当天安排了车祸，制造出为了救我而惨死的假象，而后更是伙同邓春霞和小舅子季光宗里应外合，假死脱身。上辈子邓春霞也是一样的说辞，还当着我的面把季曼火化了，后面更是让我抱着季曼的骨灰下葬。可我死后才知道，他们一家早就收买了工作人员，弄坏了焚化炉，这炉子根本就不会烧，安全得很。骨灰盒里装的也不是骨灰，而是面粉。他们做了这么多，就是为了让我接受季曼死亡的事实。季曼死后，我心存愧疚，便遵从他的遗愿，卖掉公司，更是一天打8份工，疯狂连轴转，累到吐血的替他还债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替他供养家人，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妈，更是给他弟买车买房，包揽结婚的一切费用。可就在债务还清那天，我却看到季曼从价值千万的别墅走出，挽着一身名牌的白月光，笑容满面地坐上了超跑。我上前质问，却被他的白月光百般羞辱。你自己要当冤大头，怨得了谁？林辉，你现在这样可真像条被人抛弃的流浪狗。我气得对着他就是一拳。季曼一怒之下将油门踩到底，将我活活撞死。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季曼的精心设计。他故意在婚礼当天救我而死，就是为了让我愧疚，让我欠他人情，这样我才会顾念救命之恩，心甘情愿地替他善后背债，供养他家人。而他则和白月光双宿双飞，拿着卖掉公司的钱各种潇洒幸福。我被季曼骗了，利用了这么多年，他不仅没有丝毫地感激愧疚，还在真相曝光之际将我害死。滔天的恨意让我死不瞑目，怨气不散。好在天不亡我，又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他得逞了。喜欢假死，那我就让他死透。想到这儿，我果断阻止了邓春霞要摁按钮的手。妈，等等，曼曼车祸惨死，我不能让她死后再遭受灰飞烟灭的痛苦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得让曼曼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，把她送去土葬吧。听我这么说，邓春霞和季光宗的脸上都闪过一丝慌乱，震惊不已。什么？土葬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邓春霞这一嗓子直接吸引了火葬场其他人的注意，他们纷纷朝我们这边投来目光，等着看好戏。邓春霞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梗着脖子就开始撒泼。林辉，你个丧良心的，我女儿为了救你都死了，你现在却要把她埋在地下，让她被蛆虫啃咬。我看你就是想省钱想疯了，没天理呀！我这苦命的女儿死了还要被这么作践，连个痛快的火葬都不配有。蛮蛮呐，
妈妈心疼你，替你不值啊！邓春霞一边喊，一边还抹了一把不存在的眼泪。季光宗则一把将我推开，怒吼道：“林辉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姐在婚礼现场上拿命救你，你却要省钱给她土葬，还要把她埋进肮脏的土里。她一向爱美，要是泉下有知，肯定死不瞑目。我姐当初就不应该救你，让你死在那场车祸里才好。”在邓春霞和季光宗的一唱一和下，众人鄙夷不屑地看我，议论不已。畜生一个，新娘就不该舍命救他，救命之恩大过天。他倒好，不感恩就算了，还要省死人钱，就没见过这么抠搜的。我要是新娘，怕是会被气活。我却清了清嗓子，冷笑道：“妈，小舅子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想省钱。我这是为了曼曼好，自古都讲究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，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再说，曼曼完完整整的来，就该完完整整的走，怎么能让他挫骨扬灰呢？而且土葬也是我家一向的传统，曼曼既然嫁给了我，那就是我家的人，自然该按照家的规矩来。”听我这么说，众人纷纷应和：“有道理呀。和土葬一比，火葬确实是挫骨扬灰了，而且都嫁人了，娘家人确实不宜过多插手。下葬习俗方式还是得男方来定。”听众人这么说，邓春霞和季光宗气得脸色铁青，偏偏无法反驳。在他们愣神间，我已经把季曼带回了老家，还叫来了一堆亲戚，让他们带了一口棺材。我果断把季曼扔了进去，一点都不怜香惜玉，而后更是当着邓春霞和季光宗的面盖上了棺材板。不是喜欢装死吗？我倒要看看在没有什么氧气的棺材里面，季万能装多久。看到我的骚操作后，邓春霞和季光宗脸都绿了，邓春霞更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：“林辉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把棺材盖上了？我女儿会被憋死的。”我看向邓春霞，眼里满是打量和怀疑。憋死？妈，曼曼不是死了吗？何来憋死一说？难不成曼曼其实没死？听我这么说，邓春霞瞬间语塞，眼里更是闪过一丝慌乱。季光宗见状不妙，则是立马开口打圆场：“姐夫，你别介意，我妈这是思女心切到口不择言了。”邓春霞立马应和的点头，看他们这副心虚的模样，我觉得好笑。不过比起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，现在更重要的是活埋季曼。这么想着，我立马指挥起了亲戚开始挖坑。各位叔叔伯伯，麻烦快点挖，等安葬了曼曼后，我一定每人发个大红包，好好感谢一下各位。听我这么说，亲戚们瞬间像打了鸡血似的，很快坑就有了雏形。邓春霞在一旁干着急，三番五次的开口打断，一会儿说要替季曼整理衣领，一会儿说想看季曼最后一面，总之就是找借口，频繁打开棺材，想让季曼呼吸点氧气。季光宗则是拿着手机捣鼓，似乎在和谁发着消息。坑挖好后，我把邓春霞拉到一边：“妈，行了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曼曼，但现在还是快点让曼曼入土为安吧。”说着，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我直接把季曼连棺带人的扔进了坑里。盖棺前，我故意和季曼附耳，一字一顿道：“季曼，我知道你在装死，但现在我要让你真死。说起来，你还真是荣幸，毕竟被活埋，你可是头一个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季曼的眉毛肉眼可见地紧皱了起来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把棺材盖上。季曼，这一世你就等着被活埋吧。就在我要钉死棺材板的时候，身后却传来一声怒喝：“给我住手！”下一秒，我直接被人重重打翻在地，呼了一身黄泥。
抬眼看去，打我的不是别人，是江逸晨，也是季曼的白月光。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，我不由咬紧了牙关。前世我的死和他可脱不了干系。如果说季曼是害死我的元凶，那他无疑就是帮凶。假死甩债的馊主意就是他出的，而且死前他还各种羞辱我，践踏我的尊严，甚至季曼也是为了他才会开车撞死我的。再次看到仇人，我的眼里是止不住的恨意。正好渣男贱女一次解决了，省得我挨个去找。看到江逸晨出现，季光宗和邓春霞都松了一口气。想来前面季光宗发消息就是在给江逸晨通风报信。他们小声道：“小江啊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要再不来，慢慢就要被活埋了。”就是啊，逸晨哥，也不知道林辉突然抽什么风，你可要帮帮我们。江逸晨点点头，安慰他们：“你们就放心交给我吧。”说完，他立马将季曼从土里刨了出来。掀开棺材盖的时候，季曼因为缺氧已经有些脸色发紫了。江逸晨眼里闪过一丝心疼，继而冷眼看我：“林辉，你为什么要将曼曼土葬？”我挑眉，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：“我是她丈夫，我难道还不能决定曼曼怎么下葬？”江逸晨哽了一下，随即冷声道：“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违背曼曼的遗愿。曼曼生前就和我关系要好，什么都告诉我。她说过想要浪漫的死法，等她死了之后要火化，把骨灰撒向大海，死者为大。你怎么可以不尊重曼曼的遗愿，私自做主？”说着，江逸晨反手从兜里掏出季曼的遗书，当众展示，厉声道：“林辉，曼曼甚至在遗书里写了给你留了3000万的资产，想让你拿了这笔钱后好好照顾他的家人。他给你钱，舍命救你，对你这么好，可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连火葬的钱都要省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他。”听江逸晨这么说，众人看向我的眼神瞬间变得鄙夷了起来。我当场反驳：“什么3000万？我根本就没收到这笔钱。”为此，我还特地打开了账户证明清白。可江逸晨却是冷笑出声：“你不是没有，而是你为了给小三买房买奢侈品，把这笔钱花光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为了帮扶小三家，还把曼曼辛苦建立起来的公司给搞垮了。从始至终，你和曼曼结婚就不是因为爱她，而是为了吃绝户、养小三。”为了让众人信服，江逸晨更是直接甩出了一张我和别的女人的合成照。邓春霞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就给了我狠狠一巴掌。她扯着嗓子尖叫：“什么小三？林辉，你居然拿着曼曼的血汗钱去养小三？曼曼拿命救你，你却背叛她！老娘今天就替曼曼打死你这个畜生！”季光宗也是气得猛踹我2脚。“好啊，林辉，你个吃绝户的，我姐把钱交给你，是让你照顾我和我妈的，可你却用钱养三，你对得起我姐，对得起我们吗？你赶紧把我姐给你得3000万还给我们，不然我就闹大告你，让你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。”亲戚们也是议论纷纷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嫌弃，仿佛在看什么垃圾。“小辉，我们林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敬死者、不忠不义之辈？你真是丢我们林家的脸，给林家蒙羞。此事因你而起，你赶紧解决，不然就别怪我们把你除名族谱，翻脸不认人。”听众人这么说，江逸晨嘴角微微上扬，眼里更是闪过一抹得意。我心中冷哼，季曼还真是好算计，轻轻松松就让我替他背了3000万的债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，再等等，他们得意不了太久。想到这儿，我低下头，假意妥协。
妈，小舅子，我错了。曼曼确实给了我3000万，这钱我也确实都花了。你们千万别告我，只要你们不闹大，我什么都听你们的。你们不是要火化吗？那我们就去火化，不土葬了。他们等着就是我这句话，没了我的劝阻，他们顺利将季曼带回去，重新火化，继续执行他们的假死计划。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回去了，毕竟马上就有好戏，我又怎么能错过呢？为了加速火化，他们甚至买通了工作人员要插队。有了金钱的加持，很快就轮到了他们，生怕我再出来捣乱。这一次，季光宗死死拦着我，而邓春霞则是快准狠，迅速地按下了焚化炉的按钮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季曼被缓缓地送进了焚化炉内。邓春霞他们见状，眼里闪过得意，更是洋溢着势在必得的喜悦，自以为计谋得逞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早就留了后手。在他们阻止我土葬，引导舆论指责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联系了火葬场的工作人员，让他们更换了原本弄坏的焚化炉。他们不知道，现在这个焚化炉是好的，他们以为只要走个流程就好，万万没想到，焚化炉启动了，灼热的火焰扑面而来。下一刻，炉子里传来季曼凄厉的惨叫声，邓春霞他们都傻眼了，面面相觑。我怎么好像听到了曼曼的声音？妈，我也是。他们以为是出现了幻听，可这时焚化炉里的季曼喊得更大声，扯着嗓子疯狂求救：啊，好烫，好痛，救命啊！我要被烧死了！邓春霞他们这才意识到不是幻听，果断让工作人员关闭焚化炉。关了，快关了，我女儿还在里面。江逸晨则是冲进去救季曼，等季曼被江逸晨抱着出来时，已经是重度烧伤，满身血泡，更是当场毁容。众人见状，震惊得纷纷张大了嘴：诈尸啊！大白天真是见鬼了！你是不是傻？哪来的鬼？这明明是个活人！再说，哪有鬼开口求救的？在众人议论的时候，邓春霞已经找到了那个收买的工作人员，气得破口大骂：你怎么办事的？这个焚化炉为什么是好的？不是让你弄坏了吗？你是要烧死我女儿吗？工作人员瑟缩了一下脖子：那个邓春霞女士，这个焚化炉我们之前确实是弄坏了，只是你女婿林先生向老板举报这个焚化炉是坏的，我们没办法才换了个好的。说着，他还故意伸手指了指我。邓春霞立马朝我看来，眼里都在喷火，咬牙切齿道：是你。我点头，勾唇一笑：是啊，妈，我前面看这个焚化炉好像坏了，你们又坚持要火化，我怕你们白忙活，所以在土葬的时候就让老板换了个新的。听我这么说，邓春霞气得差点没喘过来气。季曼也是恶狠狠地看我，冷声道：林辉，你这是故意杀人！就是。林辉，你瞎自作主张什么？曼曼差点就被你给烧死了。江逸晨也在一旁应和。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却冷笑：故意杀人？可季曼前面不是死了吗？难道他前面是在假死？被我这么一提醒，众人议论得更大声了。原来是假死啊，那就说得通了。不然他们干嘛要收买工作人员，弄坏焚化炉？这女的假死，估计是为了和小情郎双算双飞呢。这种狗血套路我见多了，所以那个亲密搂着她的是小情郎，心疼林辉了。他真的好惨。加一，所有辜负真心的人都应该下地狱，不配活在这世上。这边面对众人的议论和打量的神色，季曼尴尬地扯了扯嘴角，更是强颜欢笑：呵呵，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间就醒了。我心中冷笑，那还真是好突然呢。早不醒，
晚不醒，偏偏在进焚化炉的时候醒。邓春霞也咬死我就是故意杀人，还拉上了在场的众人。林辉，你就是故意杀人，在场众人都亲眼目睹，他们都是证人。我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，别太搞笑，是你们自己非要火化的。再说焚化炉的按钮也是邓春霞亲手按的，真论起来，故意杀人的是你们才对吧？邓春霞被我对得脸色铁青，跟吃了苍蝇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江逸晨率先打破了僵局。够了，林辉，慢慢都被烧伤了，现在是争辩的时候吗？我勾唇冷笑。江逸晨，你倒是比我更关心我老婆。他们知道再和我扯皮下去也扯不出什么结果，索性送季曼去医院治疗。而我也在打印了离婚协议之后，趁机跟了上去。这辈子我都不想和季曼扯上任何关系，也不想替他背锅，更不想沾染上他的因果。等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，季曼已经包扎好了伤口，整个人也被绷带缠成了木乃伊。我正要进去提离婚，却意外听到了他们的密谋。女儿，你说林辉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今天他怎么这么反常？他应该是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看来我们要加快假死的进程了。听到他们的计划后，我后背恶寒，惊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季曼准备在今晚用药让我失去反抗之力，而后留下遗书，伪造自杀假象，然后再让那些债主找上门，让我背债。季曼幽冷的声音从病房里传来，只要今晚能假死成功，以后我的债务就都是林辉的了。逸晨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这个时候，江逸晨突然插了一嘴：曼曼，我觉得你可以给林辉买一个人身意外险，这样他死后我们还能得到他的天价赔偿。到那时，赔偿款我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潇洒。邓春霞和季光宗纷纷赞同，已经开始畅想美好未来了。妈，那到时候我要用这笔钱买车买房了，结婚彩礼的钱也根本不愁，想找谁就找谁，还要买一栋海边大别墅，带着你美美入住。季曼没有拒绝，也是默认同意了。听着里面这一切，我不由攥紧了拳头，更是打开手机，默默地录下了一切。不过我并不打算就这样冲进去和他们摊牌，我要将计就计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季曼从医院回来后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假意和我套近乎。我也顺势和他道歉：曼曼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不该那么冲动的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季曼见我道歉，也是放下了几分防备。不怪你，毕竟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死而复生。对了，林辉，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那我们就是一体。我的公司也有你的一半，所以我打算把公司一半的股份过户给你，这是股份转让书，你签一下。说着，他把股份转让书递到了我面前，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是他给我买的天价保险。我勾唇一笑，也拿出了一份文件。曼曼，我们还真是不谋而合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特地在房子上加了你的名字，这是合同，正好我们换着签吧。但其实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，季曼心思都在保险上，没有多想就签了。我却是故意写错了几个笔画，但他也没有发现。签完后，季曼如获至宝地捧着合同，眼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。当晚，季曼就敲响了我的房门，给我送来了牛奶，想继续他的死炖计划。怕我起疑心，他还故意准备了2杯，他自己的是正常牛奶，我的却是加料牛奶。林辉，忙活了一天，你也辛苦了，喝点牛奶，早些休息吧。说着，
他喝下了自己面前的牛奶，而后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我当着他的面把牛奶一滴不剩地喝了，而后故意装作难受的样子，冷眼看着他。季曼，是你？你在牛奶里加了什么？季曼索性不装了，直接撕破了脸，自然是软骨散。很快你就会浑身无力，瘫倒在地。而我早就联系了债主，算算时间，他们也快到了。到那时，我只要死遁成功，那些巨额债务可就都是你的了。说完，季曼收拾行李就准备离去，可他没走2步，就瞬间摔倒在地。偏偏这时，我还轻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。季曼更加震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勾唇冷笑。季曼，你真以为你能设计到我？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了。在你去医院之后，我曾去找过你。好巧不巧，你们的密谋都被我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前面我更是趁你不注意调换了牛奶的位置，我喝的是正常牛奶，你喝的才是加料牛奶。季曼怒不可遏地看着我，更是死死拉住了我的裤腿，怎么都不肯放开。原来是这样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更不可能放你走了。我就是死也要拉你陪葬。在我们拉扯间，债主已经拎着斧头找上门了，他们直冲季曼而去，把斧头往他面前狠狠一劈，直接把地板劈出了洞。季曼，赶紧还钱，不然老子今天就要了你的狗命！季曼吓得一哆嗦，连忙指着我，拉我下水。各位大哥，我是真没钱，这样你们找他，他是我老公，这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夫妻共同债务，他还也是理所应当。而且他名下有车有房，拿来还债正合适。呵，刚结婚，连夫妻之实都没有，就惦记上我的财产了。前世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对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爱得死去活来。债主一听，若有所思地朝我逼近。在他们靠近时，我直接亮出了离婚协议。慢着，我和季曼已经离婚了，他的债务不关我事，你们要是对我动手，那是犯法的。被我这么一威慑，债主们瞬间愣在原地，而季曼则是满脸震惊。你什么时候？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尖叫道：所以前面你给我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房子合同，而是离婚协议。啊呀呀，林辉，你又坑我！好啊，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说着，季曼拿出了保险单，试图和债主谈判。各位大哥，我手上有林辉的天价保险，只要你们帮我弄死他，这天价保险我就分你们一半，怎么样？算下来，你们是稳赚不赔的，就算是一半，也远超我欠你们的那些钱了。债主们纷纷动心，握着斧头，坏笑地向我逼近。季曼见状，满脸都写满了得意，可下一秒，我却冷笑：你们要不要先看看保险单上是谁的名字？我姓林，可不姓村。听我这么说，季曼立马朝保险单上的签名处看去，发现上面写的赫然是村辉，而不是林辉。他这才发现又被我摆了一道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林辉，你……但他骂我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愤怒的债主一拳揍倒在地。你个贱女人，敢骗我们，找死！说着，雨点大小的拳头纷纷落在季曼身上，把他揍得嗷嗷直叫。季曼因为服用了软骨散，压根就没有力气反抗，只能求助地看向我：林辉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真要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打死？我手无所谓的一摊，冷笑道：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现在就是个陌生人，你被打关我什么事？再说，是你先欠债不还的，那被揍不是应该的吗？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，任由季曼被痛揍。临走前，我没忽略季曼看向我时眼底的阴狠和怨毒。
我知道以他的性子，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我，但我显然还是低估了他的无耻。当晚，他就因为怀恨在心，把我挂到了网上。他在帖子里颠倒黑白，恶意造谣，三言两语就把我塑造成一个杀妻骗保、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，而他则是受尽委屈的无辜受害者。今天是我的新婚之夜，我本来以为我嫁给了幸福，谁能想到我嫁的是一个魔鬼。我老公和我结婚就是想杀了我，好骗取我的天价保险赔偿。他故意让人在婚礼现场制造车祸，我为了救他被撞成重伤，可这正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他从一开始就想撞死我，后面更是要将我送进火葬场活活烧死。要不是我先一步行了，我现在怕是就变成一捧骨灰了。但他和我解释是意外，他以为我死了，所以想让我早火化早安生。我信了他的话，可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当晚就给我喝掺料牛奶，然后把我留在家里，任由我被他的债主痛揍。要不是我的朋友及时赶到，我差一点就要被揍死在那儿了。为了让网友信服，季曼还贴心地放出了自己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照片，还有自己毁容的照片。而江逸晨和邓春霞他们也在评论区纷纷作证。我是铁主的朋友，我作证，铁主说的都是真的。因为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造孽啊！我女儿怎么就嫁了个这么畜生？女儿啊，是妈妈没保护好你，妈妈让你受苦了。帖子一经发出，瞬间在网上引起千层浪，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，谩骂不已。杀妻骗保，该死的狗男人，这种畜生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果然，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，宠妻的男人还是很多的。我就是不能以偏概全，这哥们就是我们男人的耻辱。心疼小姐姐，明明是好心救丈夫，结果这个丈夫却恩将仇报，隔着屏幕都生气了。3分钟之内，我要这个男人的全部信息，喷不死他，算我输。舆论疯狂发酵，愈演愈烈，到后面，愤怒的网友们直接人肉到了我的基本信息，对我实施了网暴。他们给我打骚扰电话，发骚扰短信，疯狂问候全家，更是在我家门口搞破坏，不是给门泼油漆，就是往门口扔垃圾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会给我寄奇葩包裹，有时候里面装的是粪便，有时候里面装的是一条眼镜蛇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怕是要当场嗝屁。在我的生活被网友们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季曼打来了电话，趁机落井下石道：“林辉，没想到吧，你也有今天。听说你这几天被折磨的都没合过眼，好惨哦。不过呢，毕竟我们也是夫妻一场，念在夫妻情分上，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的。只要你愿意替我还债，再把名下的财产转给我和逸晨，我就发帖还你清白。怎么样？这对你来说可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”都这个时候了，季曼还在算计我的财产，算计让我背债。我冷笑回怼：“想得到美，没门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季曼也是拔高了音调：“林辉，你想清楚了，和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掐断，懒得听他狗吠。不过，我却默默保存了通话记录。这之后，季曼怀恨在心，变本加厉地在网上卖惨，疯狂造谣我。而江逸晨则是买水军造势，很快舆论就被推到了顶峰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，殊不知他们的做法却是给我做了嫁衣。我之前不出手，就是在憋待，等一个能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的机会。而现在，这个机会来了。在舆论高峰的这一刻，我直接发了个帖子，在里面说明了真相，
更是亮出了当初在病房外偷录的录音和前面的通话记录。大家别被季曼他们骗了，事情从来就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。一直以来都不是我杀妻骗保，而是季曼他骗婚。早在和我结婚之前，他就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和我结婚，只是为了拿我当冤大头，去接手他这笔烂债。为了彻底甩债给我，他在婚礼当天制造车祸，营造出为救我而死的假象。这样我不仅会心甘情愿地替他善后还债，更会因为愧疚供养他妈和他弟一辈子。而他不仅没了债务，还能和白月光双宿双飞。他说我是故意烧死他，可当时按下焚化炉的不是我，而是他妈。他说我故意找债主上门揍他，可是找债主的人分明是他，是他想让债主揍死我，好拿到他给我准备的天价保险赔偿。只是他没想到会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我早有准备，且有了应对之计谋。季曼他们会造谣，也是想以此逼迫我，让我替他背债，还要我把财产转让给他们。我的帖子一经发出，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，他们都震惊不已，议论纷纷。很快舆论就迎来了反转，之前骂我的人纷纷调转矛头去喷季曼他们了。不要脸的女人，你这是赤裸裸的骗婚，娶了你这哥们也是遭老罪了。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，你咋这么能算计呢？这一家子都没个好东西，季曼会被烧毁容也是活该，谁让他要假死？就是，还有这哪里是白月光，分明就是黑月光。不仅提出了假死这个馊主意，还怂恿季曼给林辉买巨额保险。林辉到底哪儿招惹你们了？冤大头就活该被欺负。我收回之前对季曼的同情，现在我只恨债主们怎么不下手重点，把这件女人打死了才好。到后面，愤怒的网友直接网暴起了季曼他们，不仅骚扰电话短信连环扣，还给他们 P 死人照、送花圈，此外还时不时地往他们大门上泼粪，用红油漆写血字诅咒，甚至他们走在路上都会被人扔烂菜叶子、吐口水。不仅如此，网友们还闹到了季曼的公司，加速了公司的破产。没多久，他的公司就破产了，股东和债主一起找上门，进来就把季曼家里搜刮一空，而后更是挥着棒球棍逼季曼赔偿还钱。季曼拿不出钱，被他们一人一棍子硬生生地打断了一条腿。他求助江一晨，结果他却连夜卷钱跑路，一点活路都不给季曼留。这是你的债，又不是我的，关我屁事！走投无路之下，季曼只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，更是卖血卖肾的还债。就算这样还是不够，后面还是法院强制抵押了邓春霞的车子房子，才勉强凑够。这下邓春霞和季光宗是彻底不待见季曼了。他们本来是想跟着他享福的，没想到反而被他牵连。你个不孝女，都是因为你，你弟弟的结婚的房子车子都没有了，你给我滚！邓春霞气得把他赶出家门，仍由他在外流落。而季曼本来就毁了容，现在又断了一条腿，再加上他早就身败名裂了，根本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只能跪在地上沿街乞讨了。对于他的遭遇，我一点都不同情，只觉得罪有应得。直到某天，我买菜回来的时候，突然被人叫住，林辉。转身看去，我不由一愣，季曼，他的变化太大，我一时间都有些没认出来。记忆中的他总是精致华贵的，可现在的他蓬头垢面，佝偻着身子，满脸的憔悴和沧桑，看起来仿佛老了几十岁，整个人狼狈不已。听我唤他，季曼的眼里瞬间溢满了泪水，满是委屈和后悔。
他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我面前，声泪俱下道：林辉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婚，更不该假死甩债给你。明明你对我那么好，你清楚地知道我的每一个喜好，更是在知道我可能破产后还坚持和我结婚，是我辜负了你的真心。我后悔了，后悔没有珍惜你，后悔为了江逸晨亲手放弃了你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冷漠打断。我们都离婚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你应该去找江逸晨，他才是你的心上人。听我这么说，季曼疯狂摇头，哭得更凶了。不，江逸晨他就是个渣男，他之前明明说了会和我相守一生，白首不离，可是公司一破产，他就抛弃我离去，还卷走了我所有的钱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对我好，会把我放在心上的人，从始至终都只有你。林辉，我知道你还爱我，我们复婚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这一次，我肯定不会辜负你，一定好好爱你。说着，季曼甚至要扑上来抱我，不等他靠近，我嫌弃地闪到一旁，别碰我，脏！季曼，从你假死的那一刻，你就该知道，我们再无可能。季曼还不死心，林辉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江逸晨出的馊主意，是他的错，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。我冷笑地看着他，所以呢，就算是他提的，你不还是实施了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季曼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，你一直都是一个自私自利、虚伪至极的人，落得今日下场也是你自作自受，而且这些都是你欠我的。我说出了重生的事情，季曼听完后震惊不已，但更多的是后悔。林辉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转身离去，任由他在风中哭成泪人，哭红了眼，哭干了泪，我也毫不在乎。没几天就出了一件大事，一个疯女人当街连砍一男子数刀，把他活活砍死，自己也当场自杀。而这疯女人正是季曼，被他捅死的男子则是江逸晨。据说那天被我拒绝后，季曼伤透了心，浑浑噩噩地走在街上。正好这时，迎面撞上了开着豪车、穿着西装的江逸晨。彼时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富婆，他看到季曼后，冷嘲热讽了一番：哟，这不是季曼吗？乍一眼还以为是我太奶呢。季曼本来就对江逸晨怀恨在心，觉得是江逸晨毁了他的生活，现在又被江逸晨嘲讽，他一气之下直接抄起路边卖猪肉小摊的菜刀，朝江逸晨砍去。江逸晨一个不注意就被砍断了手臂，季曼还不解气，把他摁在地上，连砍数十刀，把他活活砍死。你个狗男人，都是你，是你毁了我，你去死，去死！江逸晨死后，季曼也当场了结生命，不过死前用血字在地上留下了一行遗言：林辉，这辈子我把命还你，下辈子我们再好好开始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可惜我并不会原谅他，因为他对我造成的伤害会永远存在，不会因为他的道歉就消亡。季曼，我们以后都不必再见。这之后，季曼他们淡出了我的生活圈，我也全力的投身工作，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